这是 Postgres 世界上最好的数据库，而这是原子能，全网最尊重 Postgres 的程序员。在这个视频系列里，我会结合自己接近10年的 Postgres 实战经验，带你深入去了解它的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让你彻底搞懂 Postgres，能在日常工作中发挥它的性能和功能优势。那么今天的第一期，我们就来聊大家最关心的性能优化问题。因为数据库通常都是系统架构里面的性能瓶颈，对它的优化就会直接决定整个系统的性能上限。绝大部分的程序员对于数据库优化的理解只限于 SQL 语句的层面，常用的招数就是 Query、Index、Explain 的大三角。先通过 Explain Analyze 分析 Query 的执行方案，然后找到那些会出现 Sequential Scan 的地方，最后补上相对应的 Index，提高扫描速度。这招平时都挺好用的，直到某一天你遇到了一个解释不清的结果，比如我这里明明有个 Index， 为啥它还是选择了 Sequential Scan 而不是 Index Scan 呢？这是因为 Query Planner 的规划算法比你想的要复杂不少，它的决策不是一个简单的 decision tree， 而是会考虑到诸多因素。比如上面这个 query， 它会先估算你最后会匹配到的数据量，当它发现这个总量很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先扫 index 再跳到 table 去读取数据，来回跳转的成本说不定比直接扫 table 读取数据还要高，那不如干脆就跳过 index， 直接做 sequential scan 了。你可以把 Query Planner 看作是 SQL 的 compiler， 就像我在第28期视频里面提到过的，别跟 compiler 耍小聪明，他的心思比你多太多了。而另一个不要太纠结 SQL 层面的原因是 Explain 只会告诉你一个在真空中的理论值，但在现实环境里，你的 query 不是一个独立事件，你的数据库时刻都在处理各种的 query， 还有各种的后台任务在执行，大家都需要排队分享各种资源。如何分配 CPU 和内存，要开几个并行的线程，缓存多少数据，什么时候写入硬盘，这些都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数据库整体以及每一个 query 的运行性能。而掌控这一切的是 Postgres 底下的数百个配置参数，可以说它们才是决定 Postgres 性能上限的真正幕后黑手，也是我们这期视频的真正主角。配置参数看似只是一些简单数字，但是要把它们配好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你不能够无脑的直接拉到最大值，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越大越好的，尺寸合适才是最重要的。就拿缓存来说，Share Buffers 可以说是整个 Postgres 里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因为内存比硬盘有量级上的速度优势，所以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尽量多的缓存数据，让查询更多的从内存拿数据，而不是从硬盘上拿。但 Postgres 官方文档却不建议你把 Share Buffers 设置到太高，最好是系统内存的25%。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Postgres 是把数据以文件形式存在很多个文件夹里的，所以每次读取数据的时候都要经过文件系统，这样就会触发系统内核里的缓存，这也会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加速。但操作系统上的缓存是动态管理的，如果当前的内存所剩空间不多了，它就会主动舍弃一些缓存，这样就会影响到数据库读文件的性能。所以我们要兼顾 Postgres 和系统缓存，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这也是从第一期视频开始我就反复提到过的舍取的艺术。有些时候 Postgres 的参数甚至会直接受到系统参数的影响，比如 max files per process 可以同时打开的文件数量，这个默认是1000，一般情况下已经够用了。因为 Postgres 会尽量的把同一个表的数据存在同一个文件里，所以一般的查询都不会需要打开多少个文件。但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如果你用到了 partition tables， 每一个 partition 都会被分开储存，查询它的时候就会可能需要打开很多个文件，那这个参数就会变成性能瓶颈。但你也不能够随便改它，因为在操作系统上也有一个类似的参数 ，Postgres 是无法突破系统的上限的。比如说 Ubuntu 和 Fedora 这些家用的 Linux 系统，默认的单进程就最多只可以同时打开1024个文件。这主要是因为系统要顾全大局，要确保每个程序的需求不能够让一个程序吃光所有的资源。不过我们在生产环境里面，通常都会给数据库准备一个独立的服务器，本来就是要把所有资源都给数据库用的，自然就可以大胆的把系统的上限和 Postgres 上限都往上改了。而其实上面这个 partition 的性能问题，在 V11之后的 Postgres 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 V11有一个新参数 Enable Partition Plumbing， 能够给 Query Planner 加上一个更智能的 partition 检测逻辑。比如说你有个储存日志的表，通过月份做了 partition， 那当你搜索今年1月到3月的数据的时候， Planner 就会判断有几个 partition 可以用得上，而那些用不上的 partition， 它们所在的文件都不需要被打开，数据也不会被读取，那整个数据库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那如果我的 Postgres 是 v11 之前的版本怎么办？也不用着急，因为有一个已经被淘汰的老参数 constraint exclusion 可以提供到类似的功能，但它的功能只作用于 inherit table 这种过时的老语法。这也反映出来这套知识体系的学习难度所在，因为 Postgres 每年都会稳定的发布大版本更新，每年都会有新的参数出现，旧的参数被送走，你就得一直学，一直跟上。截止到最新的 v18，Postgres 总共有不多不少刚好400个配置参数，我不建议你一口气把它们全部都啃下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推荐你从一些重要的基础参数开始。这里我分享一个很好用的小网站 PostgresConf， 这是一个西班牙的小公司做的，他们收集整理了所有的配置参数，包括他们的加入版本、移除版本、默认值、可以调整的范围、官方的说明文档以及如何优化的建议，所有的信息都一目了然。这个小网站有一个调参教程，分为基础、进阶、高级3种。基础教程里面列了15个参数，如果你没什么头绪的话，就可以从这15个下手，一个个熟悉。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所有的参数都弄懂了，都优化了，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效果呢？3%、30%还是300%？买定离手。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机测试一下。这里我准备了3台配置一样的服务器，都是8核 16G 内存，都安装了 Postgres 13。其中第一台保留了默认的配置参数，没有做任何的修改。而第二台我手动优化了刚才提到的15个基础参数，当然这个改动只是我的个人做法，不代表最优解。而第三台则是把所有的 Postgres 配置参数以及相关的操作系统参数都优化了。不过事先声明，这个里用的是华为云的 X10 X2E， 它有自动调参和自动优化功能，所以不是我手 K 的400个参数，我暂时还没有那么强。开始测试之前，先介绍一下这次的测试场景。首先，框架用的是 Postgres 自带的 pgbench， 它不是 MySQL 那个 MySQL Step 那种垃圾。你就看它文档上这一大堆参数，基本上什么场景都可以模拟，除了没有炫酷的 dashboard， 不亚于那些专门用来做性能测试的第三方付费软件。你也可以设计自己的测试脚本，而 pgbench 也自带了3个脚本，一个是只模拟读取的 select only， 一个是以更新为主的 simple update， 以及混合了 select、insert、update 命令的 tpcb-like。最后这个是基于数据库行业最权威的 TPC 测试标准设计出来的。我寻思这参考价值应该比自己手搓的脚本更好，所以这次就决定用它了。而为了让测试更接近生产环境，我参照自家产品设置了20个并行的 connection。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后端系统都会通过 connection pool 来获取 connection， 而不是直连数据库，所以就算整个服务的流量有1000个 TPS， 实际上也只会有20个并行的 connection。好了，环境搭建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测试了。pgbench 实时反馈的统计报告包括3个指标：体现吞吐能力的 TPS， 计算端对端平均用时的 latency average， 以及用时波动的 standard deviation。A few moments later， 那么最后的测试结果出来，首先看第一台服务器，我们的默认基准组的最终平均数据，它跑出了6400 TPS，latency 是3毫秒，标准差是8毫秒。而第二台服务器经过我精心打磨了15个参数的人工组，最后跑出了8300 TPS，latency 是 2.4 毫秒，标准差是7毫秒，和基准对比提升了大约 30%， 效果已经非常显著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测试脚本里都是一些很简单的 SQL 语句，没有什么 join 啊、partition 啊之类的复杂语法。你要是只在 SQL 层面上面优化，你再加100个 index 也做不出来 30% 的性能提升。最后我们看第三台服务器，所有参数都自动优化、自动调整之后的机器组，它跑出了惊人的22000个 TPS， 对比基准组整整 343% 的提升，不是 3%， 不是 30%， 是 300%。一个简单的 select 或者 insert 能够获得3倍以上的性能提升，是不是很反直觉？事实就是如此，就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守着金山，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个金子挖出来而已。而除了 TPS，latency 的标准差同样也很重要。有参与过系统维护工作的观众应该都懂，最美的线条就是 dashboard 上面的平滑直线，而那些忽上忽下的心电图则是最让人心脏骤停的。而很多这种波动情况都是资源分配的不合理造成的，比如说缓存太容易满，或者 vacuum 经常和查询任务撞上之类的。从基准组的分阶段数据就能看到，平均标准差8毫秒，好的时候3毫秒，差的时候16、17毫秒，甚至能够到21毫秒，上下会有7倍的波动幅度。
而在全员优化的机器组，平均标准差在5毫秒左右，分阶段录得最好是3毫秒，最差是9毫秒，大多数情况下都在4到6毫秒之间。所以贝氏参数的优化不只是起到提速的作用，它代表着资源的分配更丝滑，所以更少出现 edge cases。最后，如果你想要获得更精细的数据，你可以在 PagerBank 上面用到 log 参数，它会保存一份详细的测试日志，每一个 transaction 都会单独记录，你就可以用它来手动统计 P95、P99 之类的指标了。我前年发过一个讨论 CentOS 系统迁移的视频，里面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在底层系统的维护上，我更相信经过多年经验积累下来的专家知识和规则库。这个 Postgres 性能测试再次验证了这个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测试过程中，我就一直很好奇机器组的这个华为云 X10是怎么做到给这么多参数做优化的，是不是搞了什么时髦的大模型来后面进行操盘？所以我动用小小的人脉，拿到了一些，得知了它背后的研发过程。他们首先是把各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参数、内核参数、Postgres 参数都收集起来，收了大概有7000多个。然后他们的数据库专家入场，结合以前服务过的客户，调优过的数据库，找到了一些最佳案例，然后把这些定为 global minima。之后用上了经典的优化算法 Bayesian optimization， 对7000个参数进行优化推导，直到落入到这个 global minima 为止。这就非常的朴实无华，都是实打实的经验库产物，没有大模型那种解释不清的黑箱推演，确实很能让人安心。这也让我想起了上个月采访开源大佬朱彬彬时，彬彬提到了一个云服务行业的潜规则，就是大家都有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做出差异化，所以真正决定胜负的都是那些专家藏起来的经验和独特的功能。那也不怪华为会在这里藏一手了，这差异化不就打出来了吗？只不过我觉得他们也没必要藏，因为我大胆的预言，以后动态调优 Postgres 参数会成为主流做法，也会成为每个架构师的标配设计方案。不过华为的这个操作也刚好解释了本期视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参数？我为什么要费那么多功夫去研究它们？因为很多程序员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觉得这些配置参数这种东西是 DBA 在管的，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自己没必要学习。对于这些人，我建议他们重温第20期视频，领悟一下里面 Atomic Energy 的名言 The secret is in the know why。 这句话在 AI 时代尤为宝贵，因为 AI 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接管了各种操作型的任务。你觉得一个只会操作数据库的人和一个了解数据库底层原理的人，哪个更有机会保住饭碗呢？